我诧异，怎么就只能同甘，不能共苦了？老公宋寒冷笑：我2个同事裁员没收入，一个朋友破产，他们都离婚了，我一无所有，2年没工作，你早想离婚了吧？我怒道：如果我只能同甘，不能共苦，还用忍你2年？你老实工作，破产了我也认，可你炒股输了，现在还要我替你贷款去炒，你就是在赌博。宋寒生气，说过无数遍了，不是赌博，这是10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。你是傻逼，听不懂人话吗？我气得抓起抱枕砸他脸上。你才是傻逼！宋寒摔门离去，徒留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屋里，环顾四周，装修的情景历历在目。那时我和宋寒好得如胶似漆，可今天我们却站在这里吵得天翻地覆。我和宋寒都是小镇做题家，一路通过学习冲进大城市。最开始我们享受过时代的红利，选对了行业，借助互联网的东风，工资水涨船高。那几年我们意气风发，走路都精神百倍，恋爱2年后结婚，时代不再眷顾我们。我们待遇降低的同时，高位接盘了1套房子。也就在那时，宋寒开始炒股，我激烈反对，但拗不过他。他将公婆给的钱投入股市，我已经买过几年基金，学过很多股市知识，没问题的。这是我爸妈给的钱，不关你的事。一句话堵住我的嘴，我很生气，等着他吃教训。没想到宋寒居然一进去就赚不少钱，他又将公婆给的50万全投入股市，股票一路暴涨。宋寒在最高点精准抛掉股票，净赚20万出来，一切恍如做梦。也就是在这个节点，我们2人的观念悄然发生分歧。不用付出多少劳动和努力，净赚20万，对我来说是运气，是天上掉馅饼，不可重复。宋寒却认为一切都是他眼光独到的结果。劳动努力，我付出了呀。几年时间，我一直在关注市场，用心去挑选股票。这不是努力和劳动是什么？资本市场，选择大于努力。我选对了，赚钱理所当然。他不认为自己赚得多，反而认为赚得少。他偶尔抱怨，要是多投点钱就好了，一波就能财富自由。那时候我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宋寒陆陆续续将全部存款投入股市，股市暴跌，账户以惊人的速度亏损。他一路补仓拉低成本，补了半年，亏掉原本的利润不说，还投入家里全部的100万存款，亏损率达到50%，彻底套牢。这时他才向我坦白，我听完差点晕过去。宋寒痛哭流涕，不停忏悔，发誓永不再碰大 A。 我让他赶紧割肉出来。他说不行啊，亏得太多了，如果现在割肉，那就是实亏，如果不割肉，没上杠杆，还有回本的可能。在他的劝说下，我只能接受。我们都期望股票能涨，但宋寒的股票一直没涨回来。经济寒冬，他又被裁员，房贷每个月1万多，100万套在股市里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赚钱，经济压力极大。要孩子的计划推迟，我让他找工作，他沉迷炒股，没有认真找。高工资的工作不要他，低工资的他不愿意去。为了缓解压力，他开始刷信用卡，借网贷。在那段阴暗的岁月里，我们多次发生争吵，关系分崩离析。宋寒买了很多炒股的书籍，每天都在各种分析，俨然是一位炒股专家。但炒股秘籍没有拯救他，股市依旧一路下跌。每次有各种利好，他兴奋地对我说要涨了，但每次都会失望。2年后，他的账户已经亏损70%多。宋寒崩溃了，这就是个诈骗市场，
狗屎，永远3000点，永远在 IPO 套现，我不玩了。他哭着向我认错，卖掉所有股票，拿着仅剩的20多万离开 A 股，发誓永不再入，并将那20万交给我保管，表示以后家庭的财政全由我掌握。不再炒股后，宋涵开始积极找工作，最终在一家小公司上班，月薪到手1、3万，家里渐渐有了盼头。我以为生活会走上正轨，没想到宋涵前阵子突然辞职，回家继续躺着。问他为何辞职，他说以前他拿4、5万一个月，现在才拿1万多的工资，老板却怠慢他。他受不了那个鸟气，我们再次发生争吵。就在这几天，A 股大盘从2700点直冲上3000点，宋涵竟然又要炒股，还说上面放水。现在是100年一遇的机会，大吵一架，收拾好心情，我赶紧去上班。休息期间，我向坐在不远处的张明抱怨宋涵炒股之事。张明是我和宋涵共同的朋友，他意味深长道：普通人打工永远别想财富自由，财富都蕴含在机遇里，就看能不能抓住。谢瑜，这次真的是好机会。他打开手机向我展示账户，130万的本金，已经赚了75万。我震惊不已。你也在炒股？张明收起手机，淡定地说：不止我，小英他们也多多少少投了。这次是100年难遇的大机会，能不能财富自由，就看这一把。宋涵绝对没有乱来，你要相信他。我依旧坚持己见，他已经亏过100万，现在在炒股就是乱来。你们炒股的，每次出点消息就觉得是财富自由的机会，我才不信，这次不一样。张明笑着摇摇头，仿佛我阻拦宋涵炒股很蠢，懒得和我争辩。他已经挣了75万，自然十分自信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我转身离开，气得在小绿书上发帖，将老公炒股亏100万，现在又要入股市的事发出去。网友说：对呀，你老公说的没错，现在就是唯一翻盘的机会。你老公有眼光，你就别拖后腿了。100年一遇的财富自由机会，非要拦着干什么？看着一条条批评我的话，我难以置信。这些评论不是少数，且有很多人点赞。我这才惊觉，居然有无数人蠢蠢欲动要炒股。券商假期连夜加班，替人开户，偶尔上厕所、扫清洁的大妈也在讨论股票。大家都想着冲进股市捡钱，一夜暴富，然后赶紧跑路。我以为宋涵贷款进股市的行为很离谱，大家会支持我的决定，没想到朋友们都在怪我没眼光。网友甚至认为我拦了宋涵的财富自由之路。这世界是疯了吗？一夜之间，人人都想炒股暴富，加班到8点，疲惫的回家。开门，宋涵已经做好一桌菜等我。我愣了一下，放好包包走过去。老婆。宋涵笑眯眯地走到我跟前，忽然从身后变出一朵玫瑰花，送给你。望着那朵玫瑰，我百感交集。宋涵多久没送过我花了？自从股票亏损后，日子一落千丈。我们经常吵架，谁还记得送礼物呢？我和宋涵相对而坐，吃着丰盛的烛光晚餐，气氛很好。宋涵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老婆，我早上太激动，才口不择言。”我淡淡的说：“吃饭吧。”好嘞。宋涵替我夹菜，我在心里计算时间：10、9、8、7、3、2、1。宋涵开口：“老婆，那个，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股票的事。”我心里一沉，为自己猜对走向而悲哀。我极力控制住爆发的情绪，冷静地说：“宋涵，如果股市能让大部分人赚钱，那就不叫免的。
你当初也这么说过，还发誓以后不再进大爱。宋涵反驳：这次不一样。我哪里不一样？宋涵解释了一大堆，总结：简而言之，上面定向放水到股市，一定要把股市拉起来，让股民赚到钱去消费，带动经济走出通缩。我问：股民赚到钱，真会去消费带动经济？你没工作，赚了钱真敢乱花钱？宋涵沉默片刻，说：股市里面不只有股民，还有很多公司。现在公司需要钱，等公司赚了钱，渡过难关，就可以雇佣员工解决就业。比如我，可以找个好工作。那问题来了，公司要在股市里赚钱，赚谁的钱？不就是你的钱？宋涵：不是的，现在是上面在放水，发钱到股市。我笑，我刚看到一个帖子，有个人认为股市会涨，到处借钱凑够3万进场，准备搏一搏。宋涵立马道：看看，别人借钱都要炒股。我打断他：听我说完。那人借钱炒股，东拼西凑才凑够3万。假如上面真要放水，这个拿着3万块的人，就算翻10倍，也才挣30万。有钱人随便掏出300万，翻10倍就是3000万。也就是说，上面给富人发了快3000万，给穷人只发不到30万。而且穷人赚30万还得负债，千难万难。富人赚3000万轻轻松松，贫富差距再一次剧烈扩大。你觉得国家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吗？有什么不可能？哪次放水不都是少部分人挣钱，有钱人更有钱？温馨晚餐又成了辩论赛。我揉揉眉心，好了，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总之，我不会给你贷款进股市的。宋涵说：那就不贷款，把剩下的20万给我，搏一把。说了半天你就是在赌，谁不是在赌呢？开户的新韭菜很多，我们就是要赚这些人的钱。你当别人都是傻瓜？宋涵言辞凿凿，世上就是有这么多傻瓜。现在股市爆发，我知道很危险，但是傻逼们相信会涨，傻逼的共识也是共识。你看，这不就生生把股票拉起来了？市场一旦形成共识，至少2天内是安全的。我保证，只赚2天的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既然你这么爱赌，那就和我赌一把。宋涵微愣，我说：我们立个协议，如果这次你赌输了，我们离婚，房产归我。宋涵皱眉，我说：怎么，你敢进股市赌，不敢和我赌？你不是很自信会赚吗？宋涵咬牙，好，我和你赌，一顿饭吃得乱七八糟。我们商讨清楚各项条款，列好离婚协议书。这份文件一直在我的电脑里存着，很轻松就列好了。双方先签好离婚协议书，锁进抽屉，一旦炒股失败就去离婚，如果成功就撕毁。我下楼打印文件回家，自己先签字，又将文件放到沉默的宋涵面前，签字吧。我将笔递给宋涵，宋涵拿起笔，半天都没动。签啊，不是肯定会炒股赚钱吗？说的那么坚定，原来自己也不信。明亮的餐厅里，我死死盯着宋涵的眼睛。宋涵艰难地说：股市里没有人敢保证一定能成功。我的眼眶瞬间通红。那你为什么要拿我们仅剩的20万去赌？鱼儿，别哭。宋涵立马站起来安慰我。我抹掉眼泪，声音沙哑地吼道：你签字啊，你签啊！我吼叫的时候，有那么一丝希望他说老婆我错了，我不炒股了，然后抓起离婚协议书撕毁。可他安慰了我几句，犹豫片刻，还是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。我闭了闭眼，泪水滚滚而下。签好了，他说。我用力抓起离婚协议书，回到屋里，砰的一声甩上门，
疲惫地望着窗外。我一直反对宋涵炒股，因为爸爸有前车之鉴，爸爸炒股败家欠债，日子过得人不人鬼不鬼。没想到宋涵也不人后尘，股市真是个可怕的地方。它不只能吞掉股民们的资金，还能放大人性中的贪婪。在股市里赚钱并非好事，因为来钱容易又快捷，会消磨人的意志。一旦现实里生活工作不如意，自制力不强的股民们就会把股市当成退路，而不会再拼尽力气去打拼，这才是他最大的恶。前面2年，假如宋涵好好找工作，即便行业寒冬，以他的条件未必不能找到好工作，或者去小公司做，也能有所成就。但是因为有了股市这条退路，他不愿意忍受工作里的挫折，又很想翻盘，心思精力全在炒股上。宋涵的心态其实很差，他的优势在于踩在了风口上，吃到时代红利，赚了不少钱。后期行业寒冬，他无所适从，走不下高台，宁可在家里躺着，也不愿意将就。作为枕边人，我对他一清二楚，也和他说过想法。宋涵很生气，觉得我瞧不起他，我便不再说了。自从签了离婚协议，宋涵变得特别烦躁，他每天都沉迷于财经新闻，盯着港股恒生指数一路冲高，嘴里喃喃：“A 股怎么还不开盘呢？”期间，宋涵多次催促我把钱转到他的账户里，完全不关心家庭，不关心我。我心里一阵冰凉，下定决心，不管他最后能否翻盘，都要和他离婚。看他那样子，就算这次侥幸赚钱，也不会收手。我不想和一个赌鬼共度余生。节日期间，不管是自媒体、短视频平台，还是新闻，都在说股票会涨。宋涵也跟着唱多。我嘲讽道：“你自己说过，当清洁大妈都在讨论股票的时候，就不该进入了。你看看，现在所有人都在说股票要涨，清洁大妈也在讨论。”宋涵道：“正因为他们达成共识，市场一定会涨，他们才是接盘的韭菜嘛。除了那些韭菜，还有外资也会来抢筹。等他们进入的时候，我会急流勇退。他们开户会迟1天交易，等着吧，他们会来接盘的。”听他各种分析，我心头郁闷，又回屋里待着刷手机，上网看到各种唱多的评论，我忍不住和网友争论，说现在基本面差，股市如此暴涨太异常，后面肯定会大跌。结果一堆人扑上来骂我：“踏空了吧，哈哈，天天唱衰。大爱的估值在世界股市里都偏低，涨怎么了？A 股跌了这么久，才反弹2天你就说要跌，你唱空国家，适合居心。美丽降息，我们金融战胜利了，美丽的钱都涌进大爱，大爱闭上4000点，牛市不言顶，涨到1万也有可能，毕竟印度有先例，这才3300就喊高，笑死！”那群人一边嘲一边喷，说得头头是道。我被喷得体无完肤，甚至有些迷茫了。难道我们金融战真的战胜了美丽？难道美丽降息，那边的外资全都跑到大 A 来给股民送钱了？前段时间房产中介不是说美丽降息，热钱要来买爆楼市吗？老板画饼的时候也说美丽降息，热钱会来国内投资，公司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。言辞里，仿佛这些流出来的热钱，看也不看全世界其他国家，一股脑冲到国内买。那这些热钱真忙啊，既要托起庞大的楼市，又要托起庞大的股市，还要投资无数个公司。时间飞快流逝，假期结束，在无数人的期盼中，万众瞩目的大爱开盘了。宋涵很激动：“来了，我要冲了！你放心，只要我跑得快，
就能捞一把。我心情平静，开盘了，是涨还是跌，一切都是未知。在 A 股开盘前头1天，我忍着心痛将20万存款转给宋涵。宋涵高兴地夸了我一声好老婆，表示就干这一票，之后再也不炒股。我扯出一抹艰涩的笑，什么也没说。那一晚，宋涵翻来覆去的睡不安稳，我也睁大眼睛想着心事。第二天大开盘，我去上班了。临走时看到宋涵还在睡觉。上班期间，我一直惦记着股票的事，心神不宁。早上9点30分，我没忍住，偷偷打开软件看盘。上证指数暴涨接近10%，居然一开始就拉到天花板。那是指数，不是个股啊！如此疯狂的涨幅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难道宋涵说的对？那些外资热钱、大妈韭菜全都冲进来接盘了。之前几天，大盘从2700点生生拉到3300点，现在一下子被拉到3600点。照这种趋势，那明天大盘就得站上4000点，后天就6000，再过几天就1万点了。宋涵给我发信息，语气十分激动：“鱼儿，你看到了吧？3600了，这次和以往真的不一样。”我皱皱眉，有点不自在，难道真被打脸了？可是狼来了好多次，每次都是一地鸡毛，我才不信的呀！这次应该也一样。与此同时，我看到主力流出那一栏里，半个小时内居然跑了700亿，涨幅让人目瞪口呆。主力跑路的速度也让人目瞪口呆。我预感不好，心痛那20万，想想太亏，赶紧截图发给宋涵：“别进去了，你看主力都在拼命跑。”宋涵回复：“那个指标完全没用，主力现在都是用小单买卖，他们撤出来又分散成小单去买股，不然拉不了涨停。”新闻说很多大股东都在减持套现，他们拿钱离场，你们会成为接盘侠。宋涵，不用看那个，之前股市大跌的时候，大股东也在减持，他们一直在减持，现在股票涨了，他们减持是为了避税，换成钱再换账户买进来，继续推高股市。你怎么知道大股东套现后拿着钱来买股票？宋涵，那不理所当然吗？现在行情这么好，谁想错过？新开户的95后、00后还没进来呢，不割这波韭菜，他们怎么甘心？放心吧，明天新韭菜会来接盘的。我绝望了，无论多么不利的消息，都能被他解读成利好。宋涵，今天估计是美丽那边降息涌出来的热钱进来抢筹。我20万已经全仓抢进去了，好多人都买不到呢，哈哈！今天必然大涨。鱼儿，你看我的眼光没错吧？我彻底死心，关闭软件，认真搬砖。热钱会不会去买股市、楼市、公司？我不知道，股市是涨是跌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如果我不继续认真搬砖，考核过不了，有可能会被寻机裁员，到时候连房贷都还不起。主管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，隔着玻璃，他面色阴沉地盯着在电脑上看盘的张明。张明呼吸急促，面色潮红，激动得完全忘记了四周。我赶紧叫了一声：“主管好。”张明居然没反应。主管走进来，张明被骂得狗血淋头。张明一气之下怒道：“老子不干了！”在众人惊愕的眼神中，张明将脖子上的工牌取下来，砸到主管脸上，决绝离去。办公室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屏住呼吸，等主管发完脾气离开。隔壁同事叹道：“真羡慕张明啊，在股市里赚那么多钱，可以肆无忌惮地辞职。”我没接话，心里却说：“看，
这就是股市的可怕之处。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作压力有点大，但工资待遇其实不差，比起很多工作来说已经够好了。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眼红。然而，炒股赚钱让张明连一点压力都不想忍受，肆无忌惮地辞职。他觉得自己财富自由了。其实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我亲眼看过爸爸的经历，深有体会。下午3点，股市大涨收盘，中间大盘其实跌下去了，又被新来的韭菜们生生拉起来，走出 V 字形。这一天永载史册，因为 A 股创造了3.5万亿的天价成交量，创业板更是历史性的被拉到17个点。股市如此疯狂，造就了很多神话。许多人都在转图，说某某某赚了1000多万，也有说某某某一天暴富，还有个写小说的男作者在最新章节里狂傲地说这一波炒股财富自由。此书太监，以后不再更新。众人纷纷表示羡慕嫉妒恨，这些赚钱的消息迅速扩散，让人眼红不已。更多人蠢蠢欲动，打算搂着钱往股市里冲，期待自己也能赚大钱。如此红火的模样，我心里百味陈杂。下班回到家里，我看到宋涵脸色不太对，问他怎么了。他勉强道没什么。我放好包包，问今天赚了多少，他没回答。我又问了一遍，他才说亏了一些。我惊讶至极，今天大盘普涨，怎么会亏呢？宋涵说，我怕后续资金抢筹，一开始集合竞价的时候就抢进去了，买在最高点。我是有点冲动，我茫然。可是大盘普涨啊！宋涵尴尬道，中间走了 V 字形，一开盘就是最高点，后面一路下跌，在后面又拉起来了，但是还亏着点儿。他很乐观，向我解释，节日前有很多人已经赚了不少，他们肯定会获利了结，但买盘足够强大，3.5万亿的成交额，说明行情火爆，后面又拉起来了。我的判断没错，总体的趋势是向上的，中间有一点小波折而已。我抿抿唇，他继续说，你放心，新韭菜明天才能交易，今天是老韭菜互搏，明天新韭菜会来接盘的，到时候涨了我就抛掉。咱们说好的，只赚2天的钱，我不置可否，心里平静如水。我甚至都没问他亏了多少，没有意义，也不感兴趣了。在一个大盘暴涨，板块能涨到接近20%的市场里，宋涵居然能亏，说明他根本不适合炒股。他跟某些人一样，平时谈起股票头头是道，分析宏观经济，分析主力运营，一到实践环节，全凭情绪，一股脑地将20万兑进去，生怕抢不到筹码，然后站在高高的山顶上，寂寞如雪。宋涵似乎自知理亏，给我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，我放开吃，还夸他做得不错，他很高兴。当我彻底死心，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离婚后，再见到宋涵，就把他当成普通朋友、同事，客气的交流，不再说一些让他不开心的事。他觉得我挺好，我也没那么痛苦，双方都很开心。吃完饭，宋涵抢着去厨房洗碗，望着他的背影片刻，我走回房间，手机忽然响了，我掏出来一看，是张明打来的。谢瑜，吃过饭没有？出来聚一聚啊。他的语气很轻松。我说吃过了。那边沉默片刻，不好意思地说，对不起呀，谢瑜，没和你商量就这么冲动辞职。我说没关系，那是你个人的决定，既然都做了，就不要后悔。张明说改天请你吃饭。我说行。你到底赚了多少？这么冲动就辞职？张明，今天收完盘赚了有100万。
我觉得200多万够我躺一段时间了。我说：那你赶紧拿钱出来吧，别贪心。张明说：会的。我们聊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张明很乐观，他认为抱着钱可以玩一段时间，再找份工作，实在不行，可以回老家躺平。言辞间充满希望，他那边高高兴兴，我这边心情复杂。他赚100万，宋涵亏20万，炒股就这样，有人赚，自然有人亏，有人兴高采烈，自然有人悲痛抑郁。张明，宋涵早前在同一家公司工作，也就是那时我和宋涵开始恋爱。后来宋涵有了更好的去处，跳槽离开，工资大涨，4万多一个月，年底还有不菲的奖金。因为他挣得比我多很多，我很信任他，所以家里的财政大权掌握在他手上。这也是我最开始不知道他将100万投进股市的原因。我后来也去了新公司，也就是目前就职的公司，工资2万多，还有丰富的季度、年终奖。我走后，老公司不行了，张明求到我这里，我内部推荐给经理，他才跳槽进我现在的公司。他如此莽撞辞职，经理肯定对我有意见。他今天打电话道歉，就是这个缘故。我告诉他，没关系，经理人很好，应该不会生我的气。再说了，当初我只是引荐，决定用不用你的人，还得是他，总不能全怪我头上吧。张明说，那个不结婚的老女人脾气怪得很，我真怕她找你麻烦，终究是我不对。其实我早就想辞职了。现在说这些没意义，谁都不想上班，但绝大部分的人只能想想。我理解张明，谁会想到行业一下子不景气起来呢？宋涵的待遇一降再降，我所在公司的季度、年终奖接二连三全都砍完。目前拿的2万多是纯收入，没有更多的福利，工作量一直在增加。张明想走很正常，也正是因为收入减少，我和宋涵才会变成今天这副模样。我不想说宋涵是个坏人，哪怕我要离婚，也不想诋毁他。宋涵炒股纯粹是因为收入下降，担心未来才进股市创收。在这之前，他没有任何过错。在他失业炒股的2年期间，我因为帮他还款吵过架后，他自己借款维持生活，不用我的钱，甚至有次公公生病需要钱应急，也是他网贷后垫付的，没朝我要，也不让我帮他还钱。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解决借款的，他有他的骄傲和行事准则，并非一无是处。不然当初我也不会和他在一起。只是我从没想过他在股市里会如此没有自制力，如此好赌，赌输后又失去了工作。他整个人渐渐变了，不再那么乐观自信，情绪激动时会对我恶语相向，针锋相对的吵，一次次地伤害彼此的感情。他后悔过，道歉过，然后重复。他骂我不会同甘共苦，我知道是他情绪上头时说的气话，可一次次的伤害终究累积成重伤。他甚至要我借款帮他炒股，这就很可怕了。他在朝一个不可逆的方向垮塌。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。和张明聊完天后，他给我转了5000块钱，谢谢你的照顾。我没收。1个小时后，张明忽然打电话让我出门，他一再坚持，我便收拾好出门。宋涵已经洗好碗，正在书房里研究股票，听到动静，他走出来，见我出门，问道：这么晚了还要出去？我说：张明约我。他说：这小子股票赚了100万，也不请客，我跟你去。我说：行吧。我和宋涵一起下楼，在小区门口见到张明。张明朝宋涵打了声招呼，手里拿着个大纸盒，见到我便说：谢鱼，谢谢你。
然后把纸盒塞进我手里。我打开一看，居然是个香奈儿包包。我退了他5000块后，他居然直接开车去商场买了个包送过来。虽然这人有时不太牢靠，但也真够朋友。我刚想退给张明，张明已经迅速离开了。既然他如此诚心，我便收了吧。我和宋涵回家，他一路沉默，面色不太好看。一开始我没多想，后面才想明白原因。他觉得自己被小看了。我们3个都是朋友，张明却只约我出门，没约他。我们下了楼，张明也没约他吃饭，送完礼物就走了，相当于忽视了他。宋涵曾经收入地位比张明高很多，如今对方微妙的忽视，对他来说是一个打击。他为什么送你包？宋涵问。我说他股市里赚了100万，今天主管训他，他冲动辞职了。他是我带进公司的，怕我为难，便上门赔礼道歉。宋涵哼哼，不就是在股市里赚了点钱吗？翘什么尾巴呢？说完，他便回到书房，坐在电脑面前继续研究。他总是很忙，忙着研究技术，忙着和群里的人商量股票走向，分析世界局势、国家经济，仿佛一个睿智又眼界广大的人。我看了一眼，便回房里睡觉。毕竟我分析不来世界局势、国家经济，我只知道明天必须得搬砖。一闭眼，一睁眼，来到第2天，我和宋涵赌约的决胜之日，大 A 又开盘了。我上班，宋涵继续炒股。我们俩的行为和无数个日子没什么不同，但我们彼此清楚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快到10点，我打开软件看大盘，全线翻绿，几乎所有板块都在下跌。我截图发给宋涵，怎么在跌？宋涵也很慌张，不应该呀，今天新韭菜才入场呢，至少9000亿资金进来，怎么可能跌成这样？大盘起起伏伏，中间又拉锯战，但很快毫无抵抗力的跌得一塌糊涂。望着绿油油的大盘，我深深叹了口气，关掉手机，不用继续盯着，都能知道股市会怎么演。大 A 就是这样，熊得很，赏2天饭吃已经是天大的恩德。韭菜们妄想通过它暴富，简直痴心妄想。下午3点收盘，大盘跌了6个点，暴涨暴跌，十分可怕。我心情平静地放下手机，去经理处请假。经理没有为难我，批准了。我平静地回到工位做事。旁边的朋友问我，干嘛请假呀？我说，明天有点事。朋友，哦，见我不多说，便没再追问。上完班，下班回家，宋涵惴惴不安地等着我。鱼儿，今天那些韭菜应该在观望，之前大盘涨得太高了，需要调整一下。我没说话，宋涵继续道，调整一阵子，后面会涨起来的，你相信我，这次调整过后，后面一定会走牛。我点点头，或许吧。他松了口气。我说，但你输了，明天我们就去离婚。我已经请好假了。宋涵声音陡然拔高，鱼儿，他说了很多关于股市会走牛的话，让我再等几天。我静静听他说，等他说完，才道，我们说好的，2天就是2天，只要这2天你能赚，我们就不离婚，继续过。这2天要是跌了，咱们就离。宋涵还想再辩。我说，你连愿赌服输都做不到，还想炒股挣钱，做梦吧。难不成那些爆仓的、套牢的股民不想重来一次，不想宽限几天？可他们没有机会，你为什么以为自己有机会？你可以对着股市说，把钱还给我，我不完了吗？宋涵沉默。我渐渐激动，在赌场说1不2，到我这里却想赖账。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如果你做不到，还炒什么股，翻什么身？滚回老家去吧。宋涵捂住脸，
失声痛哭起来。我感觉到他真的很后悔，就像当初他跪在我面前忏悔不该拿100万去炒股，也像他哭着对我说永远不再进大爱炒股。那2个时候，他也是真心后悔的，只是这份后悔能维持多久就不知道了。离婚吧，宋涵，房子归我，以后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说。他失魂落魄地起身，走进书房，拒绝和我交流。我知道他需要一点时间消化，没继续打扰。第2天一早，宋涵从书房走出来，对我说：“走吧，去离婚。”如此爽快，着实让我惊讶。我有点不信，但宋涵去拿了车钥匙，让我拿着材料出门，表现得很镇定。他来真的。我们沉默地去民政局提交离婚申请，1个月的冷静期。交完资料，我们便回家，坐在温暖的车里，意识到我们马上要离婚了。我忽然有点悲伤，我压抑住心情，低声说：“关于离婚协议，如果有问题可以早点提，比如房子的分割。”我终究还是心软了，想放他一马。如果他要多拿点财产，那就再谈谈吧，毕竟爱过，就算现在也并非没有感情，只是理智上知道不能再和他一起走下去了。我当初选择嫁给他，走到这一步，自己也有责任，也要愿赌服输。宋涵说：“就那么办吧，一早就说好的，愿赌服输，落子无悔。”果真，他笑了笑：“你也没占我多少便宜。当初钱让我管了，咱们的100万全让我拿进股市，今天已经赔得差不多了。房子的首付我出3/4，你出1/4，买来就开始跌。你还了2年房贷，我一点贡献都没有，现在也卖不出什么价，全给你，你也没赚什么。”我沉默，他继续说：“昨晚我一夜没睡，跟做梦一样。后来我想，既然要吃这碗饭，总得愿赌服输，不能让你看不起。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东山再起，总不能一直拖着你。如果你能一直好好的，我也高兴。”我依旧沉默，眼眶渐渐通红。他说：“车我开走了。”我点点头。我和宋涵离婚离得非常顺利。一开始，我以为他会就房子的问题和我撕扯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毕竟离婚一般都很难看。没想到他居然只要了一辆开旧了的比亚迪，遵守赌约，将房子全留给我。当天回家，他便收拾好东西，开着车离开。至于住哪里，我没问。我走到楼道，目送他离开，在心里祝福，希望他炒股成功，如愿翻盘。真的，我真心希望他好。宋涵不是坏人，他爱我，我也爱过他，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。偏偏就是离婚了。离婚冷静期间，我继续正常上下班，周围的人毫无觉察。偶尔我会打开软件看股市，股市起起伏伏，涨涨跌跌，仿佛波浪般玩弄人心。休息期间，一堆同事鬼哭狼嚎，说赔钱了，套牢了，也有赚钱的，很少。明明在半个月前，办公室里几乎不讨论股票，最近一段时间却天天讨论。张明运气真好啊，一把就财富自由了。话题里总有张明，大家表示羡慕嫉妒恨。那么多人炒股，只有张明一个人成功了。于是所有人都以为自己会成功。股市向来是一赚2平7亏损，韭菜一茬又一茬的割。沉寂上一段时间，春风吹又生，股市千变万化，但人性永远不变。所有人都想赚钱，但股市偏偏不生产钱。只要有人赚，就一定有人亏。张明赚了100万，意味着股市里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赔了100万。然而所有人只看到赚，看不到赔，并且都认为自己能赚，还以为我们会割新韭菜。
结果新韭菜根本不来接盘，哈哈哈！与宋涵想法类似的人并不少。一个00后同事道：“本来开了户，把钱都准备好了，结果看到涨那么高，大家都等着我们去接盘，鬼才去呀！”其他同事问：“那跌下来了，你会买吗？”他说：“不会，要跌到很低很低的地方，再梭哈一把。”梭哈！我吃了一惊，忍不住道：“你可别这么冲动。”同事笑：“前提是得跌到位。大 A 就是个庞氏赌局，你想在庞氏赌局里赚钱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梭哈，别一开始小投，吃了点甜头再慢慢投，最后到了高位才梭哈，那铁定套牢。我们00后现在都打闪电战，行军行旅游，热点性追风，一切都要快，天下大招，唯快不破。股市也是一样的，早点追热点，早点梭哈，早点回家。00后的行事风格果然和我们不一样。00后不止上来就梭哈，还贷款梭哈，赚了就财富自由，亏了就赖账不还钱，主打一个共同完蛋，让资本家都傻眼了。回想起来，节后第一天很可能就是最后一茬韭菜。他们想着95后、00后在第二天接盘，但95后、00后也是聪明人，不接盘，主力继续跑路，造成一天大盘跌6%，向下俯冲，总是迅速而快捷。我认真的干工作，虽然会和同事们聊股票，但一直没开户，他们都以为我是老手，其实我一股都没买。他们惊讶：“什么？你不炒股？可你说起来头头是道，什么都懂。”我更惊讶：“你们连这些都不懂，为什么就敢冲进去炒股啊？”可是大 A 不看基本面，不看宏观经济，不看其他，就是个赌场啊！越看越糊涂，会受干扰，干脆不看。我无言以对。原来大家都知道是赌场，都知道自己在赌，真无奈。我和宋涵低调地处理离婚事宜，双方都没告诉家长，都是30岁的成年人了，可以自行决定。倘若家长知晓，会闹得很难看。我们好歹是成绩优异的小镇做题家，又来到大城市，成为亲戚朋友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，曾经也辉煌过，有自己的骄傲和自尊，不想闹得难看。之前我们想过卖房子，因为房价一直在往下降，但因为是唯一住房，就一直安慰自己自住不管涨跌，强撑着。如今离婚，自然第一时间将房子挂到网上，以小区最低价快速出手，结果才2天就有冤大头。啊不，金主上门接盘，但金主不认为自己在接盘，认为自己买到就赚到了，或许吧。某日我在上班，忽然有个跑腿的提着很大一个袋子进来，谁是谢瑜？你的包包？我疑惑的起身，我没买包，是不是送错了？跑腿的笑着说，没送错，你老公送你的。我接过纸袋一看，里面装着一只 LV， 周围的同事都羡慕嫉妒地道：“哇，谢瑜，你老公好爱你哦。”我面色僵硬地接过袋子，轻声说了声谢谢。没过多久，宋涵的电话打进来，晚上一起吃过饭吧？好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送我包，又哪里来的钱买包。晚上7点，我气喘吁吁赶到公司附近的餐馆，餐厅装修精致，环境不错。宋涵坐在卡座里，见到我，朝我招手。我提着袋子走过去坐下，开门见山，为什么送我包？宋涵说，老公送老婆包包，不很正常？我沉默一下，宋涵，我们离婚了，不是还没离吗？他说，鱼儿，那20万我赚了6万出来了，给你买这个包，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，不再折腾了，行吗？我发誓不再炒股，望着他深情的眼睛，有一刹那，我差点心软答应了。
离婚他放弃分割财产，有情有义。冷静期间也没有像某些离婚的夫妻那样闹来闹去，他已经足够好。但我清楚，他不会收手的，他就是爱赌，改不掉的。不行，我摇摇头，将包包放在他面前，转身就走。房子办下来了，因为我们要求全款，或许冥冥中有老天相助，很快就办理完手续。我拿到160万。当初我们付首付，我出了80万，宋涵出了220万。如今我拿到160万，赚了80万，填补完2年间的亏损，还能剩不少。但也不能说赚，青春、婚姻全浪费了，身心俱疲。冷静期一过，我和宋涵去民政局领离婚证，他没有再挽留，大概知晓我心意已决。领了离婚证，我们分道扬镳。望着他开车离去的影子，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可能结婚，因为我们俩人品都不错，条件、相貌、性情都很合适，甚至三观和思想能畅通交流，感情也很深刻。可终究以离婚收场，要想再遇到宋涵这样处处合拍的人，几乎不可能吧？但我不会回头。再见，宋涵。过了大半年，下班路上碰到宋涵，她衣着得体，开着车，里面坐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。看到我，她点点头，微笑地叫我的名字：“你好，谢瑜。”我也点点头：“你好，宋涵。”我们客气得仿佛陌生人。他的小女友好奇地探头看我，眼睛水灵灵的，一看就是个天真的姑娘。宋涵似乎很疼爱她，向她介绍我说：“我的一个朋友。”剧情到此，仿佛我们恰好偶遇，但我是如此了解他，所以知道他是故意的。他应该赚钱了，也找到了小女朋友，所以想到我面前争一口气。宋涵自尊心向来很强，很骄傲。他承认，有时候明知道这些行为徒劳又傻逼，也忍不住想做，想炫耀，想装逼。人性永远不变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望着小女友疑惑的眼睛，我轻轻吁出一口气，走过去说：“宋涵人很好的，曾经吃过许多苦，现在变得更好了，希望你们能幸福。”宋涵侧开脸，笑着摸摸女孩的头，对我说：“走啦。”我挥挥手：“走吧。”车子启动，宋涵看了我一眼，神情有一瞬间的变化，但很快又面色如常，沉稳可靠地驱车离开。我们离婚后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，他向我炫耀，我没有生气，甚至松了口气。他过得好，我最后一丝念想也放下了，不然我还有点担心他，毕竟是曾经爱过的人，分手也妥帖。我并不盼望他穷困潦倒、疾病缠身，我希望我们都好好的，然后永远也不要再见。走了一会儿，忍不住想确认自己的猜测。我给张明发微信确认，张明说：“对，宋涵炒股赚了50万。”我想，果然如此，他依旧没离开股市。可惜，只要没离开股市，就有赔的可能。哎，真希望他能赚到后收手，认真工作。我开玩笑，你们都是股神啊。张明，别说了，我赔光了，正在找工作。张明，之前有个机会，我准备来波大的，想存到300万买房买车躺平，从此金盆洗手，再也不炒股，就融了100万，学00后的闪电战，一开始就梭哈进去。然后你就无了。张明，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我想着别人恐惧我贪婪，快速搞一票就走。别人恐惧你贪婪，别人小亏你破产，你想快速赚一波就走，结果你就是最后一棒。张明，哈哈哈哈！是的，没关系，反正都是意外之财，去了也没什么，大不了找工作从头再来嘛。他心态挺好的，
我祝福他以后发财。半年后，主管因个人原因离职，经理提升了我的职位。我很意外，所有人都在猜，当初张明激情辞职，他会找我麻烦，就连我都这么认为，但并没有。他居然让我做主管，为什么选我呢？你资历最老，又有经验。他不想多说，让我滚去做事。我走了，坐在工位上沉思良久，我忽然笑了。人性真猜不透，当初宋涵猜95后、00后会接盘，结果没有。当初分房子，我猜宋涵会和我撕得难看，结果没有。当初猜经理会找我麻烦，结果没有。在相对短的时间里，人性难以捉摸，出乎意料。拉长了看，人性又是永恒的，贪婪又有情义，冷漠又富含同情心。股市里必须猜人性对赌，在现实世界里，我却不用事事都猜，因为我在做实业，实业才是一切的基石。金融千变万化，实业才能永垂不朽。